各位大家好，今天的主题呢，主要是在谈这个景国导航这个事情。为什么特别讲这个事情？我们来准备开始哈。来，第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看这个内容，你可以看到这边今天要讲的3个主题。第一个主题呢，就是你要解决这个设计改图这个回圈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其实大家都遇到的状态。过来第二个呢，就是带大家迈进这个高效率化这个事情，因为这个你的资料库这件事情，其实在过往是不太会被 run 出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资料库这件事情在传统的做法，它其实是一个单一个专案或单一个事情面对的内容啊，所以其实这个第二个东西其实是对大家相当重要，因为它可以让你重复的使用你要做的内容。而第3个就是在解决设计施工图重工这个问题，尤其是估价模组这个事情，因为很多设计师其实在估价模组上面这个事情其实是都要靠个人经验，那这个反复无常的困扰，其实对大家来说是蛮痛苦的事情。所以今天会让各位解决掉3个这个主要的状态。好，那过来呢，我们来讲一下这个课程的重要提醒啊。第一个事情就是，这整个的流程、整个的课程肯定不会是一个不用做设计就可以接案的一个课程。事实上这件事情是好像有人在提出，但是他并没有提出的很稳定。为什么呢？因为不用做设计这件事情，其实有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么是不是代表着我的屋主啊，或者你的客户，他也不用找你做设计？也就是你这个人是不存在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嘛？那这个事情如果你做得到，那当然客户自己也做得到了，所以肯定不是这样的。这第二个很重要的观念是，软体其实是拿来帮助我们完成作品，完成一个作品，同时又可以饱满点皮包。我讲这个饱满皮包这个是相当重要，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理解什么叫饱满皮包，就是说你其实在做整个的这个工作的时候，如果你输出的价值是足够的，你输出的价值是帮助别人的，那么他就会拿相应的价值的东西来回复给你，这是必然的事情。就如同你今天解决了这个一个人家里的马桶塞住，那当然他要付出相对应的费用来给你，来感谢你把这件事完成，这其实是相对的事情。而第3个事情就是人生的时间呢，不太应该都烧在一些不断循环改图的事件上。为什么这件事？好，那我们正式来进入这个整个的内容哈。我相信大家停在这边看的人，不论现在有多少人，我相信你们都会理解一个状态，就是你已经打算对自己现在的问题做点改善。那我们就是回馈一下，我们设计师生活是不是跟接下来内容很像？第一个，有没有很多人都觉得设计师看起来优渥啊？有没有你去当客户的心理咨询师？有没有人去当客户的逛街陪逛员？然后你还痴痴等着客户给案？有了吧？有的话帮我按一下 Y 或 Yes 或者 E 都好，回一下。那第2个呢？有没有人遇到这个事情啊？就是说，你为了要留住客户，你要做免费咨询跟测量，那你花了很多力气啊，可能还跟他开了会，然后讨论了一些事情，结果他最后跟你讲，还不错设计的蛮好的，那我们再考虑考虑，然后就找不到他的人了。过来呢，这个不论你今天是不是学生，我觉得都会遇到这个状态，就是到底是要生活还是要作品，到底是要睡觉还是要把作品完成，这个大家应该都遇到这个事情啊。过来就是这个，其实提案的这个事情也是另外一个状态，就是提案好不容易过关了，但想到接下来是我们估价单，真的是耗时费力，你就软掉。所以我就要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啊，施工图不是每个人都遇到没有错啦，但是如果你遇到施工图的时候，这个我们现在有2个解法，一个解法就是说，那你就克服一个状态，你就把施工图这件事丢给别人。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怎么样呢？那你就把这个估价单这个事情丢给别人。但是这个其实很不实际，因为毕竟那个是我们要面对的事情。很多人会说，那你就好好做设计就好。但我觉得那还是个问题。好好做设计这个事情，可能还是另外一个状态因为不是说太能够完全把这个事情丢给某个人就可以完成。OK， 那过来就是这个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每个专案其实你都各自独立嘛，所以模型也很难再利用，资料库都存在人脑当中。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就是说，不论现在的人有多少人在看，但是事实上你都知道，你的电脑的资料库就只有你知道，你怎么分类的你是没办法讲出来的。这个特别你要去说，我的东西要怎么找？其实如果你只是跟他说就在哪个资料夹里头，或是就在哪个地方里头，基本上那还是只有你知道。也就是说，你的设计只有你知道，所以你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快速应用这是很大的问题。过来这个
客户都已经拿到你的施工图了，厂商也拿完了，估完价了，然后他还在改图。这个我觉得大家可能会遇到。如果我帮我遇到的话，帮我按一下1好不好？我看一下大家是不是有遇到这种状态。好，所以其实还是蛮多人遇到这个状态。好，过来，这个东西最惨了，估价清单漏裂这个事情啊，我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这个过往的经验是这样，它的玻璃啊，这个在估价的时候，那它可能长度没有抓好，宽度没有抓好，那因为烤漆玻璃它有2个面漏掉了，那虽然那个东西是要做给屋主的，但它漏裂了嘛，等到它真的做完之后，厂商跟他请估价单的那个内容的时候，才发现天哪，这个差了好几万块，那他大概也只能面对它，因为他不可能跟屋主去追加嘛。这其实好像也不是屋主的问题，因为假设当时费用就是比较刚好的，屋主就是没有那么多预算的，他就说那就别做没关系。可是因为你估完了才发生这个状态，反而就产生一些不需要的麻烦了。好，所以这个事情其实是大家也会面对到的问题。好，所以大家看一下这个状态。好，那接下来就是我觉得相当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什么样呢？你是不是很久没有跟家人吃顿大餐了？其实我觉得普遍设计系建筑啊、室内设计啊，然后平面设计、艺术设计相关的，大概都很难去聚餐，除非你现在是公司聚餐啊、学校聚餐，那倒是很有可能。过来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很久没有去旅行了。不过事实上你在这个行业你要去这个私下去旅行什么地方啊，你会遇到很大的问题，就是事实上你在一堆人的时候，你也很难去旅行，那其实真的蛮痛苦的。好，那过来第3个，你多久没有好好睡场觉了？这其实是我们一定要去想想的问题啊。其实我知道很多这个设计业的人啊，都会有这个状态。其实你很难好好的睡场觉，因为事实上你有可能你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连你在休息的时候，你都会遇到客户，或者遇到什么人跟你传讯息，跟你说，请你帮他解决什么样的问题。那其实是我们要去面对的状况之一。好，那过来，这是我自己都感觉很深刻的事情啊！你到底错过了多少孩子的珍贵时刻，或者错过了多少你跟父母之间、跟你阿公阿嬷之间，或者跟你好朋友、跟你男朋友、女朋友的一个相处时间？因为你要花很多时间在做那些不是在创造性的事物上面，这个其实是蛮需要各位去理解的。因为如果你没有把这个事搞定，其实你就必须要去这样 repeat 在这所有的事情。所以我们就要回馈这个问题：我们这些设计师的生活真的只能这样过吗？这是个大家要去面对的状态啊！真的只能这样过吗？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在面临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到底做过些什么？这很重要。那现在要请大家回答我了，就是到底你现在这个状况，你们是选择1的，还是选择2的？麻烦请一定要回我，我必须要知道大家现在的状态。等大家我需要大家回答我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我们一定要面对的问题啊。到底你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去克服它？如果你没去克服它，那问题当然很大了。但如果你有在克服它，那就不一样了。那你做了什么样改变跟创新？我也想知道就是你做了什么事情？譬如说，你去改变了你画图的方式呢，或是你去调整了你工作的流程，或者是你给自己转型了，譬如说我就不做这行了，或者是说你就可能想说把你的工作流程加入了什么样特别的模式，让你可以跟客户更好沟通，跟整个流程更好处理或解决。为什么特别要跟各位提这个事情呢？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真的有一个很大的影响的，而这个影响呢，必须要去流程跟方法去考虑，就是你不太可能每天用同一个流程跟方法做同样的工作内容，却期待你自己会翻个10倍。我跟各位讲因为我也做了大概从20岁做到现在，做到16、17年嘛，那一定会有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会以为我可能调整了我某个知名度，或是我去打广告或者是我宣传自己譬如说我在 FB 上面我在 Instagram 上面我在 Google 上面做了很多像 SEO 的东西，那我做了很多很多看起来让别人知道我的状态，我就应该可以把我的设计费调涨。这个很多人在做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有没有办法真的改变你的生活？这是个面对的问题。
我今天讲到现在，我跟各位提醒一下，不论你现在是什么人在看，是我的朋友呢，或者是我们的学员，或者是我们的这个 Google 上面的所有的人，我都要问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呢？为什么我特别去讲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你今天去面对到你自己的这个内心，你才有可能去改变这个内容。因为一旦你没有去面对到这个内心的状态，很有可能啊，你只不过是听一听，然后就往下走了，那其实效果是不好的，也没有那个感受去面对这个内容。所以我要邀请各位先去理解这个事情。好，所以其实我觉得改变很重要，但改变什么？那个是要问你自己的。你想要改变什么样的东西？譬如说，我今天觉得我得改变我的工作流程，或者我今天觉得我应该要去改变一些我跟人家待人处事，或者我应该要改变一些我思考的流程的方法，这个是要面对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事情，就是这个内容。这个在室内材料340期这个内容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建筑资讯数模这件事情是被看到了。那为什么说它被看到？它主要是在谈这个事情，施工生产履历跟传统在设计端的这个内容。传统在设计端上面呢，它其实是很像是匠人的模式去面对你的所有的设计内容，这是一个必然的事情。其实我们也算是一个创造者，没有错。但是你今天如果要去面对这个整个的流程，你还是要重新思考一个状态，就是说我的这个模型跟图所产出有没有机会可以去做修正？因为其实过往是一个设计师他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也是一个很大的优越感，就是我做完的图，现场的人是不能给我改的，你给我乱做，基本上就是他的错误。可是现在你看大家都用 3D 在画图，有没有发现这个状态？就是说我画了 3D， 其实我自己也不太清楚里面的构造是怎么回事，所以我可能丢出去的时候，最后的问题会回馈到这个状态，就是说我到底有没有去改善到过去的那个内容？所以说，其实当你做这个事情的时候，设计方他就有更加充裕的时间去进行设计深化跟材料管理，这是很重要的一段话。各位，如果你今天来上这个课的人要记得，这个是很重要的，那提升这个整个的效率。好，所以我们去看其实过往是不是这样子你从 CAD、SketchUp、V-Ray、Render 再 CAD， 这是个必然的流程。而这个流程呢，它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状况，就是它会来回活现回圈。我假设今天来看这个影片的人，现在你看的这个人，你可能不是用这个流程，你可能已经在用 Revit， 你可能已经在用 AutoCAD， 你可能已经在用其他的模式。但假设你真的还是这样的人，帮我按一下1好不好？我想看一下是不是你是这样的状态。OK， 帮我回答一下，因为我想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样的状态，这样你今天来看这个课程才有意义。因为如果你没有遇到这个状况，你来看这个课程就很像只是看多一个技术。而我们今天其实根本不想要跟大家讲太多技术这个事情，因为其实技术这个状态它并不是那么的直接可以解决什么状态。其实最重要的根源还是你的头脑，你怎么思考，你头脑怎么去运作你自己要做的这个事情，这才是主要的 key。OK， 不论哪边人在看，我都看到你们所以麻烦一下，如果你有听到我在问的问题，回答一下。好。最重要的还不是这样，最重要的是这样，主要是你改一个小地方，你全部的图跟模型你都要改。一旦你不改，某种程度来讲，你跟现场都对不起来，这是必然的事情。好，那我们怎么样去做这样的动作？其实基本上你做一次全部完成这件事很重要的是，你可以看到平面图画完之后 ，3D 就完成。3D 画完之后，某种程度来讲，我几个地方的剖面透视就完成，而我只要把设计完成，自然就可以产出这样的图说。这个东西其实是连贯的把这个事情搞定。那你该怎么做这个事情？怎么做呢？你怎么样做可以让你的时间拿来去做旅游？你可以深化你的设计思考。你怎么样陪伴家人吃顿好餐，睡个好眠？这是我希望大家今天可以解决的状态。那首先我们要先理解一个事情，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这样：3D 建模跟 BIM 模型是没有关系的。我其实好奇问大家一下，你现在能理解这件事情的人，帮我按一下1；不能的帮我按一下2。什么叫 3D 建模？你觉得你用 Revit 的建模就叫 3D 的 BIM model 吗？你觉得 AutoCAD 的建模就是 BIM model 吗？你觉得你用 SketchUp 做的 layout 就是 BIM model 吗？如果你觉得你知道的人按1，你不知道的帮我按2，我了解一下。好，为什么特别是问这个问题？因为事实上用 3D 建模这件事情是我在2008年
2009年、2010年就在做了这个事情。也就是说，你看到这个东西，这东西还真是在2011年画的，用 Revit 画的。那时候 Revit 版本是在 Revit 6，我用 Revit 画的。那很快速的完成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它的构造啊，它的这个所有的东西其实没有任何的资讯。而这个右边这一张图呢，是在2020年画的，这相隔了10几年。那事实上，它的重点不在于这个模型本身，绝对是在于这些资讯本身。所以说整个的 BIM model 最 care 的东西，其实是它来自于它的资讯，因为一旦它的资讯能够被串接出来，这件事情它才能够真实的被你拿来不断的再利用。其实我们在谈这个 BIM model 的时候，常常很多人会误会说就是有一个模型可以随便你切平力剖面啊，这样好像就很厉害。事实上，这个东西是很初阶的事情。那为什么他得这样子去跟大家宣传？因为不这样宣传，很多人是看不到它的，这是行销的一个模式之一。但事实上，我自己都很清楚，事实上不是这样。重点其实是来自于你资讯怎么被拿来再利用。好，那我们就看一下这张图。这张图是我们做的这个研究论文还是设计学报。你看，其实传统流程就像上面这样子的，它是从这个现场测量啊、纸本啊等等之类的东西去做串联。也就是说，传统的流程当中，它其实是不断的在让大家去用时间转换成图说以及模型。这个事情其实是相当直接的问题，因为这个状态太多人在运作了，很多人都还是以这种模式在做这个内容就是说，我今天就是有一个 model 然后我就是靠我的手工去画，然后去解决这所有的状态，然后我今天这个整个的流程呢，就是透过我跟客户慢慢的去讨论出来，去磨去看，然后去找出这个答案来。然后我到设计的时候，基本上因为我们的图说其实没有 3D 模型嘛，它不能沟通的，所以它没办法去直接转个 3D 跟他讲这是什么材料啊，这面积多少啊，然后你如果想要换那个材料的时候，我马上换给你看呢。我跟各位说在10年前这件事就可以发生，可是很多人就不觉得这件事应该要发生，因为他觉得这件事情你交给电脑之后，我好像就少了人为的干预，我就少了人为的这个互动结果我就不能解决这个问题了。那事实上，这个我们实际的操作就不是这样的，我们其实是现在都已经可以解决掉很多这种问题，而且快速所以你看到这个整个流程从概念到回复运作这件事情，它其实串联在下面这个事情上面。也就是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从模型整合到最后这个流程，它其实是可以透过很多资讯去串联的。那这个如果我们线上有我们的客户在看或者是有我的朋友在看，其实你会知道一个事情，你看过我们画的图，看过我们做的事情，某种程度来说，我们是在提效率没有错，但最重要的不是效率，而是我怎么样透过这个事情去真实的把整个的模型图到你的施工现场，还有回馈到屋主身上的感受是串联在一起，这其实相当重要那过来，到底你要怎么样运用 Revit 来解决大家都遇到的问题第一个，我们刚遇到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再考虑这个问题。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屋主跟你讨论了半天，然后跟你说我们再考虑，他怎么克服来，第一个，我们再考虑这个可能会有2种解法。你先看看 A 是什么？就是预约时段，我先收咨询费，我签约了才可以开始做设计，这第一种。那这个东西也是某一些设计师比较成熟或是比较有规模的设计师常做的事情。而 B 呢是免费咨询，收集他客户的资料库，但是你会做一些快速基地模草图简报。那我没有列出 C 是刚刚大家遇到的问题 ，C 就是免费咨询。免费设计，拜托屋主听到你的说服然后才帮你进行找图的这个签约。来帮我回答一下，你是 A 还是 B 还是 C 好不好？我蛮好奇，看看大家是不是有遇到一样的状况，因为这个东西其实是很值得大家去面对的A 还是 B 还是 C？ 那 C 是什么？就是拜托。那 A 跟 B 是什么呢？来，
希望在线上的人呢不是 C 啦哈，有 A 和 B 的话很好，因为我看到有 A 的太棒了。啊，就是说其实这个东西其实是大家去面对的哈，因为如果你不去面对这个事情，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整个设计界它是一个串联在一起的事情。你今天收了咨询费，他不收，那正常来说如果这个客户他今天是觉得设计费是多余的事情，那他就找 C， 而找 C 看起来好像 C 是可以接到案子的，但是尴尬的就是什么？因为太多人做 C 了，所以就很多 C 可以选择，很多免费的咨询可以选择，所以一个客户他就可以怎么样？他就可以拿到一个空屋而已啊，他可以拿到10个、8个设计案，然后他可以咨询，然后最后他就拿某个人给他一个估价单，跟他说：“我的工班可不可以做？”结果这个10个人都没有收到案子，最后就让他自己找工班去做出来了。虽然做出来四不像，他觉得他很得意，哇，我这赚到钱了，我这个可以不用设计费就可以把我案子搞定。来回答我，这个是今天最重要的核心。因为如果你今天没有回答我，就代表你可能搞不清楚这个状态。那也有可能你今天是学生，我知道，可是学生也要面对这个问题啊。难道你在做这个学校设计的时候，你没有遇到家人或者亲戚朋友说啊，我现在家里要沟通啊，你是学室内设计的，你学建筑设计的，来帮我免费看一看。他没有把免费2个字写出来，他只跟你说，来帮我看一看，你现在学这个东西啊，这个很不错。那既然你有点学有所成，来帮我回馈一下，你小时候对你这么好。好，那我跟各位讲一下哈，这个其实我们自己的行为模式是 A 啦，就是说我们其实会有效去瞄准这个优质新客户，我们会把时间留给当下的客户，这其实很重要的观念。为什么？原来已经预约给你时间，交给你这个案子的这个屋主，他其实是相信了你，他也真的有心要请你跟他把事情做好。所以第一个，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会先讨论或丈量，我们就必须要收个费用。但是我们收这个费用不是说就是只是跟他收那个费用，我们目标是让他知道说，当我要跟他讨论的时候，我会准备好一个 project 的前导跟他讲，我会告诉他我们以前怎么做事情的，我会把他的基地拿来跟他讨论说，我要怎么帮你好好做这个事情，这可能会有什么问题啊？那这个状况可能要怎么样去面对？你可能要多少时间，而不单纯只是跟他说我就是设计费一瓶多少啊，或者是我们的案式有多少类型啊，我们得多少奖啊，或者是说我这边有多少的案例可以让你看啊？其实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瞄准新客户这个事情。所以我们做的事情很重要，我们会先聆听客户的心声，我们不会急着提案。也就是说，就算我要真的跟他讨论事情，我们就是用手画。但是手画其实也要花点时间，但是手画这个事情就本身就是我们的这个手画这个本来就是我们的本能嘛，这设计师的本能是必然的，所以这个事情是要去面对的。所以在这个地方上，我们就要去面对说，其实我先去听他讲什么，而不是我先拿一堆案子，然后让他去帮我去接啊，拜托你这个要做这个事情啊，拜托你让我做我想帮你做的案子。尤其我觉得在地停这一段时间，很多人可能导向 A 了，但你可能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事实上你好像没办法用 A 就可以真的接到什么案子。有些人可能10个打电话来啊，因为你听到你这样子，他可能就不来了，还是有这个机会。那过来 B 呢 ？B 是一个比较我觉得中介的行为模式，有时候我还是会用这个 B 的模式，怎么样呢？就是说我快速的将前导这个模型建起来，就大概半个小时、1个小时以内就可以完成一个简单的基地模型，然后去搭配这个手绘跟案例图，来去跟屋主讨论说，我们透过这个我们整个设计流程、工作流程，它可以完成什么样的东西，来去面对这个状态。好，所以你看啊，大概像这样的模式。就是我会先把基本的基地模型先建出来，然后我会在上面做一点简单的说明，然后找一些案例去说，我觉得怎么样做对你这个房子是好的。但事实上对客户来讲，你是用心的帮他讨论出一个可能的方案的，因为如果你没做这个事情，那么你的客户其实也不一定能理解到底你想要帮他做些什么。那你纯粹就叫他跟你谈啊，那你不给他画什么东西也不太合理嘛，这其实也不太可能。所以透过这种模式去做这个内容，其实也是比较可行的方式之一。好，那我们来看看另外一个第二个事情，就你一直改图，改到你最后都怀疑人生啊！我问过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啊，来大家也帮我回答一下，你有没有遇到一个状况是怎么样？就是说我今天设计案丢给某一个大师，他跟你说不准改我图，啊，你就真的不想改的，
我去所有的演讲场啊，包括学校啊，或者是工会啊，或者是建筑师或室内设计师的团体演讲的时候，都遇到这个状态。我就问他说：“来，你今天把你家交给一个超级大师，请都请不到很多钱的设计大师，然后请他帮你做设计，你能够不改他图的举手。”我问你们哈，线上的人，你交给一个超级大师，你真的不改他图，你帮我按下1，你还是忍不住要改的，帮我写一下2。无论你今天是不是这个背景，我还是要问一下这个问题：你是建筑师、室内设计师也好，这我们也有可能遇到比我们更强的室内设计建筑师嘛，你都不改他图的，按一下1，你还是会忍不住觉得应该可能要稍微微调一下的，按一下2。这问题其实很重要就是说，其实事实上改图是个人性的必然事情，你怎么可能不改图啊？他又不是你的亲戚朋友，就连你的枕边人、你的爸爸妈妈或者你的孩子，可能都不了解你在想什么，怎么可能一个超级大师就可以不改你就可以不用改他的图，他就可以帮你把事情全部做到？不可能啊，这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其实你要怎么克服这个事情呢？跟大家讲一些案例。像这个案子，看我从2018年一直做到2022年2021年。其实这个是设计图的流程而已它不是施工图所以说其实设计的流程这么长，我们做出84个版本，可是其实每次我们都可以超轻松就一键出图，也就是说这整个流程是不怕你改图的。但是不怕你改图，绝对不是因为它的整个流程是来自于说我因为我是用 Revit 画或 ArchiCAD 画那其实不是我刚刚还是很重要的观念是什么？你的资讯对不对？那你看我们在2019年的4月17号，到2019年的9月5号这2个变动，我们做了个事情就是怎么样？边设计边排版，边出图边讨论，它是一次到位的。你看一下这个红色对着红色，这同一张图同一张1楼的平面图，排版排好了。所以我在做设计的时候，其实我改了设计，它基本上就自动更新到下面去了。来，你看一下这个橘色的，同样的立面剖面图，你看这个地方拉到这个地方来。本来这个地方还没有厕所嘛，还没有隔间嘛，到这边来已经有了。然后过来看蓝色的这个地方，本来这个地方的2楼楼板有做了，但是2楼楼板还没有做什么设计。过了大概将近5个月之后，到下面来，你看它是串联的。也就是说，事实上不用担心改图，甚至你有可能改图都是因为你自己想改，而不是因为客户想改。因为你知道问题要解决我们基本上我刚刚跟各位分享过这个问题。你做设计，最后你还是在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你想要解决客户的问题，你想要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你想要透过这个机会、这个空间或者这个案例来去阐述你对于设计的一些理想或是观念，或者我们讲的现实一点，就是我需要透过这个 project 去赚到一些钱、赚到一些知名度、得到一些奖，这也行 ，whatever 都好，但是你必须要去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这个状况其实是真实要面对的。好，那你看其实这个整个流程为什么讲那么简单呢？你看左边这个地方是最开始的一个案例还在设计的时候，这边还没有讨论出这个可能性来。那天花板我还没有把太多细节说出来，我只是做一个草稿而已。那到第2个阶段来呢，我大概已经知道说，这边要做一些柜体啦，然后我这个桌子要做什么事啦，那这边要不要开放柜要做什么事，然后最后一个阶段，我大概把玻璃装好了，把一些细节装好了。同时间你可以看到，像这个柜体。它整个的内容其实都是可以独立成一个小小的图说拿来做讨论，所以改图已经不再是改图了，它是设计师自优化的一个记录。这个我相信，其实线上有一些人他已经用过 Revit， 甚至有些人在观望 Revit 的这个使用模式，到底要不要用这个东西来去操作你的软体或操作你的工作？而我必须跟各位讲今天跟各位讲的真的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怎么样？基本上你改图已经不再是改图。它其实就是设计师自我优化的一个记录。我跟各位说一下我年轻的故事。我其实是很喜欢改图的人。那每一次改图改到那个以前在学建筑的时候，老师说不要再改图了。那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因为事实上我们很早就用这个软体在做事情了嘛，所以改图对我来说不是问题啊。那我在优化我自己，我当然就必须要去调整我的图说可是每一次来都不太一样嘛。但是我要跟你讲如果你在这个基础下面，你改图改到最后，某种程度来讲，绝对是在优化你的内容，而不是单纯只是在改变模型、改变图说。OK， 好，过来施工图这个事情。
令人觉得很累、很疲劳的施工图这个事情。你看哦，施工图啊，少则十几张，多则上百张哦。这个是小案子嘛，大概40平，就20张。那一张施工图就包含了好几张图，也就是说，你刚刚看到这些图说，虽然现在只有这么多，事实上它要有上百张。为什么呢？你看随便一张其中一个小小的图，它就有8张图的组合。各位看，你看一张平面图啊，然后这个一张立面图，过来侧立面、剖面、剖面啊，过来再来3D。也就是说，一张施工图说它就包含了8张图说，也就是说，你一个20-30张图说的状况来看，你可能就要画上百张图说。啊，你看，简单的只是一个厕所的洗手台，你要包含几张图？7张图。那你如果今天是用传统的模式来做，你不只要画这些图，你还得去写这些说明。那你能保证你的说明都不会写错吗？都不会忘掉吗？很难吧？所以我问大家，回答我一下哈，你今天绘制施工图到底需要多少工作天？这边有3个答案，帮我回答一下。你7天就可以完成的，帮我按下1； 14天可以完成，帮我按下2； 21天才能够完成，帮我按下3。那请大家帮我回答一下，无论你在哪一个平台，麻烦各位都看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要跟大家面对的。我们怎么样快速的把这个流程缩短到该有的工作流程，而不单纯只是你叫我画这个东西，我就来跟你讲，就要多少时间让你等。事实上，到这个时代了，还在做这种事情，其实真的很辛苦的状态。但是这事情不是不做，它只是在你设计的流程就做好。来，帮我回答一下，你需要多少工作天？那千万不要跟我说你是熬夜不睡觉的哈。但是正常的状况来讲，你需要几个工作天？来，这边有3个答案，帮我回答一下。来，第一个7天，第二个14天，第三个21天。14天还不错，我觉得14天算蛮快的了。当然，你还有其他天数，不过就 run 在那个附近了哈，大概都在14天左右。我知道目前为止，大多数的人都是14天左右可以完成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正常来讲，你写14天，你交给客户的那个流程应该会写至少要3个礼拜。也就是说，就连我们呢，我们其实有时候也都知道这个是正常流程，就是3个礼拜到4个礼拜之间将施工图完成。那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会陪客户去选家具啊，选什么东西啊，所以请大家帮我回答一下。我估计一下，也确认一下是不是这样啊？因为上一次的演讲，我其实写的是比较保守一点，我觉得写7、10跟14，但事实上我知道还有人更久的。说的对，当然要说21天啊。但是事实上，我们自己的状态只是这样子啊，21天不是单一个专案，它其实好几个专案同时进行，可以21天。那当然你会说，怎么可能？你等一下试给我看。我刚跟各位讲，开头跟各位讲。你如果有在跟我们互动，等会我就开实际案子跟你讲我的流程，我什么时候输出给你看，你就知道我到底画了几天了。好，所以其实我们跟各位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的观念，整个依照我们的流程在画图的话，施工图在你的设计阶段就已经几乎完成。我再说一次，施工图在你的设计阶段就几乎完成，也就是说你的模型都是联动的，就像你真实模型放心切下数百刀。你基本上瞬间就可以切到各种图说，但你要知道怎么去切啊。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切，或是你切的位置不对，或是你切的这个深度不对，或是你切的下去的时候，你没有把它的该调的它的模型呈现的，它的图说呈现的都调对，你切的也是白切。但是事实上，施工图就已经不是在后期做。那当然这时候就有问了，我又还没有设计确认，我怎么知道这个施工图是不是要这样画？各位，我们刚刚是不是有提到这个很重要的前提啊？某种程度来说，你就要去思考啊，不是说你今天这个施工图是在设计上完成这个事情，而是你去重新思考一下，
你有没有先跟他好好沟通完，你才去做这个动作？因为如果你没有跟他好好沟通完去做这个动作，会出现一个状态就是什么？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理解你到底要做的东西是什么嘛。所以你一定要先理解这个前置作业，就是你的施工图其实流程上是要去面对这个内容的。好，这样大家要看得更清楚。来，那所以施工图对我们来说很单纯，它其实只剩下标尺寸跟自动拉出材料这两个动作而已。也就是说，我们刚刚是不是提到你在设计讨论的时候，其实是有公版排版这个事情。所以当你有公版排版这个事情，施工图基本上已经排好了。那当然，我知道有些建筑师在看哦，你要去理解这个事情哦，不是建筑师就不能做这个事情。我们其实有在做建筑案嘛，那建筑案它其实也必须要跟客户讨论那些隔间啊、那些柱位啊、那些梁柱的系统啊、那些这个外观的立面的大概样子啊，一样的也有施工图的一些基本排版的模式。等会如果是建筑背景的人啊，建筑背景的建筑师们，或是建筑设计相关工作的人，我会开一下我们的建筑设计的这个内容跟大家讲。事实上，我们也是做一样的动作，也就是说，我们前几天跟大家聊一个观念是什么？这个一法通万法通这个事情，也就是说，这个方法是个流程。那这个流程，如果你把它贯穿在你的工作流程上面，事实上它是可以应用到很多地方的。而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这个重要的观念，它是流程上的贯穿。OK， 好了，你看，所以你画完有公版排版施工图，基本上已经排好。但不是因为这样你就很省事，而是因为这样你可以有效率把你的设计做深做好。那过来我们来看看施工图，已经画好，你要换材料。我们刚刚已经提到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像这个桌子、这个桌板，我现在是用耐力石。好，那我今天想要把它换成单纯的就是这个地筒图换成单纯的单色的材料，你会用你的 SketchUp 的角度去看呢，就是说。那我就贴个新的图就好，这有什么困难的？但是你要知道一个问题哦，你贴个新图，那不代表你的资讯是对的，而且你能够马上换给你客户看的是，你贴了一个 pattern， 你贴了一个图案，并不是你这个厚度就直接改变，也并不是你这个事情就直接调整完，你也不是说你的图说直接改完。好，你看，其实我们在改变这个门板的时候就这样子，本来这个门板是别的材料，是木纹的材料。看到吗？而我改变成这个内容，我的资料库里面就有这些东西嘛。我改完之后，某种程度来说，就直接改过来了，包括这个材料，从刚刚的耐力直接变成石材，就解决。好，各位，我刚刚跟各位承诺了哈，如果我们都有在回应的人，我们等一下要开实案做给大家看，这很重要。虽然这个看起来真的没有什么，但事实上很多人不知道。真正的核心是我改变了之后，我的频率、剖透、我的资讯、我的估价、我的所有东西都一并改变。而我的动作很单纯，我给客户看的只不过是我改变了一下下而已，并不是我改变很多的内容。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知道的相对重要的观念之一。所以麻烦各位一定要理解我在说的这个内容，我们才去做后续的状态，不然大家还是会误会这个整个可能性。好，过来你看。你在画设计的时候，其实基本上是可以边画边看透视图。很多人在用 Inkscape， 我知道，所以事实上这个事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啊，你基本上你只要弄对就好。不过最大的问题是怎么样？这个在 Revit 里面，你在画透视的时候，基本上你不用做任何东西啊，你的灯装了就是装了，你开什么颜色的灯光，你流明度多少，它就真的多少，你的反射多少是镜子是镜子，它是串联在一起的，而且它可以直接动画呈现，是很快的。那当然，这个对屋主来说，他可能会觉得说你很快啊，你应该很简单。但是对我们来说，重点不是让他看起来简不简单，重点是要让他知道说他的问题可以马上被解决，马上被解决问题，这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希望大家理解这个差异。好，过来估价清单漏列没办法追加这个事情要怎么克服？因为基本上你在整个画图的过程当中，零件跟面积都是在模型里面的，所以你找就可以了。而且一旦你重画，比如叠了2个瓷砖在上面，它是会提醒你的。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譬如说，你看我们做了这个简单的洗头台柜，你可以知道它几个台尺，你可以知道它基本的高度，基本的深度。所以某种程度来说，透过这个东西，它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知道你该用什么样的价格区间去估它。那过来你看我们这个瓷砖的块数，它是可以透过加层的面积去做整砖的数量计算的。
那有些建筑背景的人，你就知道这个问题了。这个我们下个礼拜要去台中做这个鲁班学长的演讲，我们大概就要做一点这个相关建筑的这个内容啊，就是说我透过这个东西去体验这个事情，就是我怎么样快速的将一些重要的东西算出来，因为你都是在模型里面是做得到的。那因为你这个估价清单在过程当中是有精确的图说的，它也是有效率清单的，所以事实上你看到这个东西，你看到这个单纯的天花板，它可以算出面积来，它还可以算出它的面积的坪数来，你还可以知道它在什么区域，同时你还可以做一些描述，而且可以把成本叫出来。来回答我一下啊，看到这个你觉得对你目前是有帮助的，帮我按下1好不好？我想知道一下。这东西不单纯只有在设计界其实这个东西在我们的应用的厂商啊，或是在我们的一些其他的地方，或者是你今天是要去做一些前置估价的人，其实都一定有帮助的，因为你可以快速的查出这个内容来。那就算你今天是学生，我必须跟你讲事实上你今天学了这么久，你难道不希望你的东西是真的被实现出来的吗？你如果要被实现出来，你就必须要把事情搞定啊！你没有搞定这件事情，怎么可能它可以被实现出来呢？很难的，所以你一定要去面对这个差异，好不好？好，那所以说我们要去思考这个背景的内容啊，就要是想这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如果说今天真的想要让这个状态被看出来，那么你们可以去思考这个问题，怎么样自动产出各种清单这个事情。那你不但是这样的，你看你成本算出来了，你还能够加成面积，为什么？像油漆啊，像壁纸啊，像地板啊，难道它不用加成吗？它一定有损耗啊，你损耗可以不算吗？所以损耗要算啊，算完之后你才真正知道它真正的附加嘛。所以这个其实是有办法去用一些简单的公式去算出来，不可能不算的，你不算一定会出事。所以常常我们其实单纯要光这样子把这个面积算出来就不容易了，更何况你还要算出它的面积的加成，还要算出它的成本，搞在这边就要花很多体力跟时间了。那过来我们看看这个估价清单，因为估价清单它是可以清楚的在图上要去对照的，所以说如果你可以在各张图书就可以显示它的一些内容，而且独立显示它，就算你今天用非常传统的方法，你就可以单纯的去算它嘛，你去点它去看，你一定就可以面对这个问题了。那你看我们就很简单这个事情，往往我们在做这种估价清单的时候也就是个问题嘛，你很有可能会漏掉这个内容，所以你可以把你的一个专案里头不同的类型的东西把它叫出来。你看这边像这个就有这个单纯 Glatima 还有 Resna， 把它叫出来，然后直接把成本算出来。事实上你这样做对你也好，对你的屋主也好，对你的厂商也好，为什么呢？因为叫多少东西来，虽然有可能会有出入，没有错，可能有些真的需要，有些不需要，或者有些它可能是这个你装的时候没有用处的，但你在前期能够把这个列出来，对你绝对是好处的。那我们刚刚提到整砖快速这个地方了，你有整砖快速，某种程度来讲，你就可以减少那个所谓的现场抓拉到你这个工地的那个数量，你就不用来回退货啊。事实上，它这个是有帮助的。那我们来提一下这个事情来，我不知道现场多少的人知道这个内容。那如果你今天是做设计业的你一定会知道这个东西，玻璃的光边。我们先看一下你看玻璃光边这个单位的成本很低就5块钱左右。但是你看我这几块玻璃加一加，我的玻璃的附价才2万块，我的光边却要2万8。各位，你遇过这个状态的人，或你不知道怎么算这个光边的人，或者是你遇到光边这个费用可能会超出你这种，帮我按下1好不好？我要看看现场有多少设计师知道这个事情的。这东西真的很重要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一个真正要面对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就遇过嘛，就漏算了这个就好几万块，真的就只能省吃俭去面对它了，你不能不面对它，这其实是很大的问题。来，有的帮我按一下1好不好？如果你都没遇过这个，帮我按一下2没关系，我了解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流程这个直播真的不是单纯的影片所以我们有点像是在上线上课程一样，跟大家真心的跟大家分享。所以如果大家能回应我才知道说你们是不是这个问题是你们重视的、在意的。
OK， 好，所以其实有些人是没遇到的啊，因为光编这个事情，正常来讲，你就丢给你的厂商去算就好了。可是有可能他会漏算的啊，所以你也是面对它才对。好，过来，所以基本上你看我们的整个的图说会比较像这个状态，你有单纯的3D， 你有单纯的平面，而且你会有个估价的清单给他，那他就会快速可以知道这个整个内容啊。对于你的厂商也好，对于你也好，对你的屋主也好，其实你的屋主当然是不一定需要知道马上的这个单价跟附加没有错，但是如果你有先把它写出来，你自己是会知道早期把它面对掉的。那你除此之外你其实可以直接输出 Excel 去进行处理的。也就是说，很多人会有一个卡关的点，就是说，那我这样子我还要透过新的软体去做我估价单，不就很麻烦？没有，不是这样。透过它去帮助你直接把这东西输出到你的 Excel， 然后你直接把它 copy paste 去做整合，所以你是可以解决掉一些流程上的问题的，不然你其实要查还是蛮辛苦的。OK， 好，所以大家可能会去想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核心系统可以让应用成功？这个东西其实是大家要去面对的。什么是核心系统？什么东西是可以帮助大家去面对的？因为其实这个事情我们要去面对一个状态，就是说，是不是你用 Rebus 就可以解决上面的问题？我跟各位讲这个是很多人的误会很多人会觉得说，我只要用 Rebus 我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肯定不是嘛。但是是不是我用 Rebus 就可以快速画图这个事情，这也是我们大家要去思考的。用 Rebus 就可以快速画图吗？其实我跟各位分享的东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先给我提一下。第一个这绝对不是自动做设计的事情，它也不是 AI 画图界面。我们设计业真的是创作的根本，它是不能够取代的。为什么特别跟各位讲这个事情？我们刚刚一开始就提过这个内容了嘛。如果今天你的这个设计是不用你去出现的，或是不用你去做沟通的，那么你就不用存在了。那你既然不用存在，那你何必还要做这个行业呢？所以这个东西是要去面对的，请各位要理解。我们刚刚所说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成果塔我们的设计推演系统。这有几个事情要面对什么是成果塔？怎么样产出设计推演系统？跟 Rebus 有什么关系？其实我跟各位讲不是一定跟什么软体有关系，而是什么软体可以完成这样的一个推导的作用比较重要。第一个，我们刚刚说的这个设计改图没有办法解决的回圈，应该是可以解决的。第二个，高效率系统化、专属资料库，这是可以解决的。第三个，施工图重工跟估价反复无常这个事情是可以解决的。刚刚前面应该都有看到了。也就是透过这些东西的解决，你会遇到什么状况？你会遇到你可以把时间拿回来。我在这边先稍微缓和一下这个你们觉得刚刚前面的东西是可以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的，帮我按一下1。能够解决你刚刚说的这个状态的，当然你可能会说，可能我还不会画图我不会干什么，那都小事。但你要先知道你学会 BIM 到底只是学会一个我会画模型，还是我会画图，还是我可以解决我要的问题？最重要能够解决你问题的，你觉得可以的，帮我按下1好不好？我来看一下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这个整个流程是可以解决你的问题的。如果你觉得不行，你可以按一下2没关系，因为我也想知道大家是不是有疑问嘛。我们刚刚一开始开头跟大家讲过了，就假设你对这件事是有疑问的，你写下来，我等会会有个 Q&A 跟大家讨论，我开真的档案给大家看看。我们这种整个课程内容并不是说我会重复播我就是一段时间会用自己的个人经验跟实际执行案子的经验跟大家分享，然后像是大家一直在成长一样去做面对所以这个事情要去看一看，如果你觉得可以的好，那你怎么样从 CAD 或 SketchUp 有效更快速的应用到 Revit 这个事情就很重要了。这边有6个流程，各位一定要把这个人 copy 起来，你一定要记得，一定要看这几个流程非常的重要。没有这几个流程，基本上大概要解决刚刚问题有点困难。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呢？因为你要解决问题，在你还没有来上这个课程之前，你肯定会看到很多种
就是可能的教学软体的公司啊，或教学软体的这种课程，他会跟你讲说，你只要学会什么软体，你就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结果，你就可以接了什么案子，赚到多少的钱。那个是一个行销的流程的手法，而我们不干这件事情啊。我们还是要很归本的去告诉大家这个事情，你直接要面对你的问题，我能够高效率的去解决我的工作，我能够高效率的去解决客户的问题，同时我透过解决他们的问题，我完成他们的理想，而去获得我们应有的报酬。这是我们做这个设计业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然后再透过我们完成他的这个事情，解决他的问题，然后进而去让艺术设计界看到我们的作品，获得了某些奖项，或者我们出版图书，或者是我们出版一些 YouTube 的记录，让更多人看到我们。所以第一个就是我们在拟定这个系统化流程。这个系统化流程呢，它必须要去 follow 你自己现在的状态。你今天还在成为学生的时候，你如何快速的把你学生的流程你在做图的时候，怎么样快速把你后面要面对的这些设计图表现法做出来？像我们在教课程的时候有提到这个事情，我怎么做净图啊？我做净图的设计流程怎么可能跟我在做设计室内设计一样？我在做建筑设计怎么可能跟做室内设计一样？不一样的，所以每个流程会有一种方法。过来，你要自然的建立你的资料库，这个很重要啊，就是你的资料库不能说我现在要才拿一个，你光下载的时间超过你想象的时间了。过来，你要跟客户共同进行讨论。不论你今天做的是建筑案、室内设计案，或者学校的案，或是你在做研究案，你一定要有人跟你讨论的，或是一定要有对象跟你解决问题，他一定有需求，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事情。过来，你要去想你的设计计划怎么去帮助你引导式沟通，让客户更早了解你各项的机能跟设计的这个核心。因为如果你没有让他理解，你只是在想办法说服他，那就很大的问题了。来，我停在这个地方跟大家提问一下哈，你觉得人容易被说服吗？你觉得容易的帮我按一下1，不容易按一下2。为什么问这个问题哈？因为我们在做设计相关的行业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共点，就是觉得我们是神，会觉得我们可以改变这一切，会觉得我们可以解决这一切的问题。那事实上，你觉得客户可以那么容易被你说服说，哦，好了，我就相信你的？因为过往我们的做法都很单纯，做3个提案，做5个提案，做2个提案，拜托客户感觉到我们的诚意，然后就解决掉我们这个 close 的案子。这其实是有问题的，对吧？所以事实上大家应该都是一样的观念的。过来你看我们在学这个东西的时候，要去理解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怎么样？你要应用真实的专案。你不论在什么时候开始学，你都要面对到一个问题。你去哪里学都遇到一个状态，就是我给你一个范例啦，你就操作完这整个的范例，你就应该可以用你要的东西。各位理解一下这个差异什么叫做范例档？范例档就是他的案子，你只是在学怎么操作软体。你觉得那会真的有用吗？这第5个点我也跟大家提问这个问题，为什么我要特别提这个状态呢？第5步这个事情是很多人在学任何一套系统或任何一套软体面对到的最大的卡关的点，就是我就是用一个范例档去学，然后我就学完那个软体的操作的范例，然后我就不知道该怎么用了，因为你的案子跟国外的范例档又不一样，对不对？来，我相信各位来上这个课的人，你可能以前就遇过这样的问题。你有没有可能你在学某个软体的时候，你就操作个范例，操作完之后你就不知道该怎么用的？有这样的问题的人，帮我回答一下哈。我写一下，有的帮我按下1。学完软体，只用操作档、范例档，学完不知道怎么应用。第2个，在学范例的时候，来有2个问题，你帮我回答一下，你是1还是2的人？这问题其实是必须要让你去反思的这个
如果你没有办法去反思这个事情，其实你可能在学软体的时候就很容易卡关。回答一下吧，看看你们是选择1还是2，我了解一下。因为其实我们的过往的这个学员就有提过这个问题啊，他以前可能就是学过这个状态，我可能就是单纯的把我的范例学完了，然后我就拿那个范例想要去做下一个，结果卡关了，然后最惨的还是下一个东西，我不知道问谁。我有群组可以问，但是一问就要好久才来。当然会有人选2的人，我觉得很棒，就是说你其实开始应用这个事情。可是这个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说你选择2的人，你的应用是不是有办法把他的范例的东西搞定？所以这是要面对的。好，来，所以你看哦，第6个点，透过软体高效辅助设计跟施工讨论这个事情。通常我们在做软体的时候，我们都应该会想着辅助设计。你其实很难去考虑到说软体可以辅助施工，这其实真正解套方法就是要开启模型跟图说进行讨论。为什么这个是这么的重要？因为你如果今天没有去开启这个模型去做后续的讨论，其实它会遇到一个很大的状况，就是你的现场跟你的模型其实很难搭配在一起。我等一下要跟各位讲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就是我们开了我们这个软体跟某个铁工厂讨论啊，铁工厂竟然跟我说，你来教我这个软体。我画了20-30年的铁工的图，做这么久，我从来没有看过人能把事情解决掉，快速解决，所以这是一个面对的问题。过来你看怎么样持续运用专案的模型这个事情，资料库增加，这很重要。第一个事情，系统化流程。我们刚刚在前面跟大家讲，我们有重要流程嘛，而这个流程呢，有些我们的朋友大家看过了，但重点不在于你看不看过这个流程，重点是你有没有理解这个流程是为了什么而出现的。第一个流程就是怎么样，我们为了控管我们在做设计或者做模型的前导，我们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会有个概念跟草图绘制的流程，我们不会这么快下手。我跟各位问其实你们会遇到一个很明显的状态，就是说我常常就是可能我觉得我会个软体很强，所以我就直接拿软体开了，我就开始在做那个事情了。那可是这个事情就有很大的问题了。我把这个软体打开开始操作了，是不是这代表了我已经开始在解决这个问题了？但事实上你还没开始解决，因为你都还没跟客户讨论好嘛。沟通这个是很重要，一旦你没有沟通，你怎么有办法确认说你问题是真的被克服掉的？所以这第一个事情很重要，你要先解决这个问题，也就是说你必须要先能够确保你的这个状况是有解决掉客户的需求的。要说没有解决的话，那其实你这个等于是白做。你如果没有解决它，你怎么能确认说他的问题已经被你克服掉了？如果你没有解决他的问题，那么你又能够怎么样确认说，我这个问题既然没有解决，那我怎么开始帮他做设计，怎么去签合约啊？所以第一个事情是你必须要先把他问题，可能让他觉得你要解决他的问题，你才去做合约的签订嘛。如果都还没有，你就开始画图，那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前置作业的问题啊，很多人就遇到这个状态了。我就是觉得让他看到我好厉害，我很强，我的案例很多，这个你要排队。可是事实上不是这样，重点是你要先解决他问题。签了约之后，确保他让你做了，你也相信这个事情是你的事情之一了，你再来可以建空间模型，然后可以做这个后面的这个设计模型建制的时空考量。那这个时间点就比较多了，要做了很多事情。那这个时间点就要做像空间尺度啊、施工的实务性啊等等之类的东西要去面对。那到设计图缴交的时候，这会有几个阶段，案子看大看小其实这个就会面对到说，你这个东西到这里的时候，你有没有开始不断的在做回圈？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跟各位讲的就是，我们是一个工作导向的工作流程，所以事实上你要成案，你也必须要让他觉得你这个事情是真的是一步一步往前走的，所以这个流程就相当重要。你要让他觉得说，你准备要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就会请你付个费用，而且我们也跟你讨论这个事情，然后才会到下个阶段去。所以这边完成之后，才会到下个阶段的阶段性展示，也就是说设计大家完成了，但是我要让你看到整个的流程是我们要的这个内容都对了，大概的基本尺寸可以知道了，然后我要有一个阶段性的这个模拟图要给你看，甚至给你看看动画，都没问题的时候给它排版，做一些虚拟时间的辅助，然后确认完之后再去做设计图的缴交，过来才做施工图说。而这个施工图说呢，就必须要很强烈的去谈材料说明，还有规划清单的可能性。
然后最后才缴交图说，将你的设计费结清，进入到下一个阶段。这就是我们刚刚讲的系统化流程的一种。当然，这是我们的系统化流程，不代表说这一定是你的系统化流程。但是我们注意看看上面这一段，你看哦，操作软体这个事情，你看从一开始的这个手绘啊、Revit 啊等等之类的内容，到基本细部设计这边谈到这可能这几个东西，再进到优化展示，我们要做一些排版，再进到施工图制作。事实上 ，AutoCAD 有可能还是会存在的，不是说你就不用 AutoCAD。当然我是不用了，因为我不会用。但是有可能还是会存在的，因为你有可能会有一些施工厂商的大样图说啊，你有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你过往做好的一些范例档啊、范例图啊，你要拿进来应用，所以这个是一个串联的事情。OK， 好，过来第二阶段就是自然的建立公司的资料库这个事情，因为材料库跟元件库很重要，所以如果你能够早一点把你的公司的资料库在设计阶段就边设计边完成，那么你只要 run 几个案子。某种程度来说，你公司的资料库就自然而然都出现了，你根本不用特意去做设定哦。我们其实，在学员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有很多人还是会做这个事情，就觉得说，我今天要完成一个设计，我就可能要把我的资料库整个建完，就要花很多时间建资料库，但效果真的不好。事实上，我们也不太这样做的。我们等一下会开给大家看资料库到底是怎么样出现的。好，过来，你看到这个地方，这个第3点就是与客户共同进行设计发展这个事情。基本上这个东西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但这个东西跟 Revit 有没有关系？事实上，这东西跟 Revit 的关系不是来自于你聆听它，而是来自于你怎么样透过一些基础模型，让他感觉到说他已经进到这个空间里头跟你在讨论。所以你不要听他需要什么东西，请客户写一些他的资料表，我们再去回馈他的内容，然后再去做一些简单的基本模型，在上面做一点手或是案例图，跟他讲哪些东西可能是你要面对的内容之一。好，比如说你看这个地方。他跟我讲他可能会有哪些工作的生活的习惯，我就问他说：“你牙刷多高啊？你的杯子多宽啊？你的刮胡刀呢？你有没有盒子大概多少尺寸呢？那你今天想要这种书房呢？你是希望你是看着你的客厅呢，还是你要背对你的客厅呢？这些事情其实你如果没有跟他好好讨论，你怎么去做后续的设计是很难的。当然你可以跟他说我设计我大呀，你就听我的就好了。但事实上你会听他。”讲完之后，他才会觉得他跟你站在一起。来，我这边问一个问题哈，你觉得你的设计流程是有在问客户的？帮我按一下1。你就是没有在问客户，你就是给他选择而已，按一下2。来，我等大家一下。你会问你的客户的，然后听他讲完才做设计的，按一下1。你不会问他，你就是直接帮他决定了，就像样品屋一样，你就按2。太好了，我看到有人会问，会问的人真的很重要哦，因为你有在问哦，你才能够得到他的需求。虽然你在问的时候可能会有很多种流程啊，因为通常我们在问的时候还是比较倾向于你要什么风格，你家里有多少成员，你会怎么样做事情。不过细节上的勾勒哈，就跟我们的资料库有关系了。好，那你来看哦，像这个阶段的引导式沟通就很重要了。举例来说，什么叫做拟真绘图这个事情？你看哦，我们在做设计的时候，如果我们就可以早一点让他知道他的柜体的高度是多少，这对他来讲是重要的。因为如果你不先让他知道，或是你没有先问清楚他需要什么，你就会遇到一个比较明显的状况是怎么样？就是说我好像有可能会漏掉他一些东西。我跟各位讲，其实我还真的遇到这个状态是怎么样？我过往就是忘记问客户这个内容，所以某些时候他的一些尺寸就放不下，就差那几公分，然后你就放不下，结果搞得把柜子拆掉。我就遇过朋友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你如果能在设计阶段就早一点把他的整个的尺寸跟他讲清楚，那么我觉得对你的客户来讲，对你来讲都是个很重要的前导。OK， 好，来过来，什么叫应用真实专案进行互动？举例来说，我们就拿一个很简单的逻辑，这个你的真实专案是有灯具的，而这个灯具事实上它是会有灯光的流明数跟它灯光的数量的。但如果你今天不是用真实的专案，这上面就会做什么事，你知道吗？如果你是用 render 的人呢，你会干什么？就打一圈光芒，
然后或是打一圈假的灯，它就亮起来了。但当他问你说，那我这边要白光还是黄光的时候，或是我这边总共要花多少的灯的数量的瓦数的时候，你能回答吗？有问各位，你能回答吗？能够快速回答说，这边就黄光白光啊，这根据我们的经验大概就是这样，大概20瓦啦、100瓦啦、200瓦，他无法理会、无法体会这个事情的。所以这个事情也是各位要去面对的。你怎么样应用真实专案，就是你必须要能够有人跟你讨论，这是相当重要的观念。过来第6步，软体怎么样高效辅助你的设计跟施工讨论？基本上就是你要开启模型跟做经济讨论这个事情。也就是说，当我在跟工班讨论的时候，我能不能够开这个 model 直接转给他看，直接跟他说他怎么修改？像我们就遇到很多案例哈，我们的工班，其实你一份图给他好几十张，他其实没办法马上理解的。但我都会邀请他过来说，来，你跟着我进去走一轮，我把每个模型都区开来，把每一个区域都像这样打开一个洞跟你讲，这个模型大概有什么东西要注意啊，是在什么地方啊，这个东西大概尺寸多少啊，高度多少啊，跟我走一次看一轮。某种程度来说，我的工班他就会比较能够理解这个事情，也比较能够跟你站在一起去讨论你的设计。要不然，如果你没做这个事情，其实往往还是会遇到另外一个状况，就是你根本不知道你在讨论的内容是什么。OK， 好，最后这一步就很重要了。这一步我先问各位你能够把你的 SketchUp 或者 3D Max 或者是你 CAD 的模型重复再利用的，帮我按下1，不行的按下2。我写一下，先问，可以重复再利用的。帮我回答一下，我想知道一下大家的状态。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因为其实我们都很清楚知道 ，SketchUp 它的模型其实是用拉线去展成一个面，所以说用拉线展成一个面会出现一个比较明显的状况，就是什么样？就是我的这个东西要把它剖开，单纯那一块拿出来用，其实要花一点体力，而且有些时候你是为了要把它不要破面嘛，你要把它组合在一起，是要花一点体力。所以说，如果你能够做这个事情的话，我看到有些人说可以，那还蛮不错的，就是说。你可以拿你的 SketchUp 模型或者是 3D Max 模型再利用，但是能不能够把它资讯带走，是一个很明显的这个差异你能够把这个模型的资讯带走吗？就是譬如说这边这个用的是哪一个系统柜的板材，哪一个木皮，你把它附到下一个专案里面的时候，除了图片之外，你能把资讯带过去吗？也就是说，这个东西透过 Revit 是做得到的。我等一下要开给大家看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成功案例的转换，就是大概哪一些人他的转换是怎么转换的？其实很多人会怀疑这个事情你如果没有看过这些东西，这些人事实上你可能还真的不知道到底可不可以转换。看第一个，你看这一个人他不是本科系的人，他就告诉我他连基本的都画不出来嘛，所以他会问我说，我是不是先从这个软体教学看那我就问他，我跟他说不用做这个事情。事实上你看他才1个月嘛。他马上告诉我什么？不用太烧脑。你觉得这个东西其实蛮重要的不用太烧脑，无脑化这个是真的很有趣。也就是说，我看到这个我是很开心的，就是什么样的？他透过这个简单的整个推演去看这个事情，他是可以快速的把他的问题解决的，解决他的问题，解决他客户的问题，因为他客户就可以快速看得懂他干什么了，就1个月，很快就可以上手。第二个。你看他的这个图说，虽然他用的很单纯就是基本的平面天花板而已，但是因为他做的东西是营造业的，就相关有点像营造业的东西，所以他做这件事情就很快可以把问题配置配好。过来你看这一位是这个建筑师事务所的设计总监你看他们其实过往就用 Revit 其实我知道我们的线上有一些这个朋友，他其实也是用 Revit 的人，但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很明显的状态是怎么样？他透过系统管理。透过检讨这个东西是可以做得到，但他进到室内的时候就会比较辛苦。而你看他透过这个室内的时候，他就可以透过这个整个系统，快速的把前置作业搞定，而且可以分阶段把这些东西分成同一个档案，但是不同的流程。来我问一下大家这个问题：
你们觉得在 Revit 里面，或者是在整个模型里面，你的图的模型是同一个从头用到尾的案例，你是必须要把它分开，然后做很多时间点的不同模型的人，帮我按下2。我再写一下，模型从头用到尾，或是图从头用到尾。我说的是模型的，不是 CAD 哦。我知道 CAD 是可以从头用到尾，没有错，你就是无边际的嘛。但是模型呢？模型可以吗？回答我一下，你们觉得可以吗？你们是哪一个？从头到尾的按1。为什么会有1跟5呢？你们可以用到尾。其实等一下这些人，我蛮想跟他们认识一下。你可以从头到尾的，蛮好的。只是说这个怎么用这是一个问题，我们大家可以讨论。那其实建筑设计的 Revit 的使用者啊，他们往往在做到后期的时候是很难从用到尾的原因，是因为它会有2工，那它会有室内设计，它可能会有机电结构要拆开来。那透过这种拆开来的模式，好像比较好做事情。可事实上，如果你能够透过一些整合软体去处理它的模式，一起用，其实比较不用改得很痛苦啦。过来这个是一个在日本很大事务所人上班的台湾建筑师，基本上你看他新的案子就开始做了，所以他很早就开始去先修这个 Revit， 直接对应到他新的状态。但他就是早一点去面对这个问题，所以他知道这个趋势来了。那同时间我们也有一个学员是，他从一个事务所刚离职，但是他就想说，我可能要面对这个新的趋势，然后这个趋势呢，他就去上完之后，他就真的接到一个很好的设计公司的任职，他就开始去应用它，所以他也得到一个很好的发展的机会。那你看这位，上课2个周而已，他自己看到的，很快就可以把基本模型做起来，然后可以直接拿来做讨论。你看他其实很快就可以把这个事搞定，也就是说，并没有像你想的那么难学，但是你必须要先解决我们刚刚说那几个 step 才能学得起来。过来看这上课2个月的设计师，你看他基本上就已经将基本的图说画出来了，而且这是他 render 的成果，就很快速可以 render 这个基本的东西，并不难就是其实在2个月而已嘛。然后过来看这个，2个月可以学到整套图书含施工图出图。你看这个基本上他还不是很熟，他就可以直接进到报价了。你看723嘛，你看这个整个内容，包括这个整个流程，它是可以完全把这个图搞定，而且它可以自动设计不同的颜色跟图的大样的图说。好，过来看这一位这一位是一个建筑师，那你看他其实同时拥有建筑跟室内嘛，所以透过课程呢，他就直接从建筑做到室内的这是他上礼拜才传给我看的这个进度。你看他基本上本来是3D Max 很厉害的高手，但透过这样的东西，他第一个就完成这样的成果。事实上，对于建筑跟室内设计整合的这个成果，其实是相当有效果的而且他说其实这样就真的可以系统化的管理他整个公司流程，这对他来讲其实是很重要的，而对我们来说也是很有鼓舞效果的。因为本来是我们自己会我们并没有办法很快速的教给人家，但透过我们的整个的课程推演，让我们的学员可以直接应用他的生活上面，他的工作上面，对他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要剂，他就不用像过往一样这样来来回回的用科模的方式去解决他所有的问题。有人在想模型拆档是为了工作流程顺畅，这位朋友讲的这个事情其实是这样子。模型拆档是为了工作流程顺畅的原因，是因为它案子超级大。但我们现在讲室内设计的状况之下，或者是小型建案的上面，它实际上是不用这样子的，它是可以再整合一个档案。不过我们也做过一个方式，就是透过连结的方式把模型组合在一个共同的主档里面，这也是个方法。而在我们课程上也是有提这个事情。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你看这一位这个学员他是这样子的，他是非本科系的。那他为了要帮助家里的这个营造厂做管理施工加入课程他怎么应用？你看他其实在这个，因为他本来状况是水电师傅进场，他不在工地嘛，因为他有正职上班的工作，所以他透过建造图的基本的图说，他是没办法管理现场的。
可是因为他就想说，那就干脆设计一张可以去拉卷尺量距离的东西，就把这个图提供给现场师傅，而且他就这样解决了他所有工地上的问题，而且师傅也就没有再打电话来询问。所以透过这个事情就可以知道这个状态，就是说，其实事实上你看到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还是回归到你的应用的。这个应用其实是比较重要的，也就是说，如果你有办法去面对这个应用，你才能够知道该怎么样去弄到你自己的专案上面。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怎么样，一法通万法通的逻辑就是怎么样，就是你透过一个流程的系统去管理各种可能性，而这种各种可能性，它就可以帮助你去解决各种可能的问题。当然，这个各种可能性，它还要回归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案子的内容是不是你的知识是充足的？不足你当然去学啊。那我们就有群组可以帮助大家讨论嘛，我们也有其他的前辈啊，其他的这个像 Autodesk 原厂可以帮忙我们去解决一些可能的问题。但是能够有这样的资源，你就不用自己重来去做这个事情，不然自己重来真的相当辛苦。好，所以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来，我也用写的好了，不确定大家是不是能理解？你是否真的想解决目前的状态？回答我这个问题，我想知道你是否想真的解决你自己目前卡关的状态。不论你用什么软体，我觉得大家都是一样的状态，就是你有没有真的想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当然，你跟我说，当然我想解决才要来嘛，但我还是想听听看你回答，因为这会关系到我等一下要不要把我真实的所有的东西，把我的专案开给你看嘛。你想解决的帮我按一下 1 好不好？或是帮我写一个 yes。我蛮想看到各位写一下，打个字嘛，我都打那么多字了。我们回到刚刚的流程来看，从传统到新的这个东西，你其实要学很多东西耶。那你学很多东西的前提上是怎么样？你是一次贯穿吗？还是怎么样面对？很难一次贯穿的。事实上，你必须要去整合上这些东西，是真的相当麻烦，而且你没人可以问。各位，我在过往的时候，其实真的花很多时间去自己亲自学习，解决各式各样的问题。那这个状态其实是很难跟各位用言语形容的。这10几年来，怎么样去操作一些我们遇到的各式各样的卡关，是真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回归到这个事情，也就是成果导航设计推演系统这个事情。第一个我们先跟各位讲一下这个课程适合什么人。如果你适合这些状态，我们再听下去，其实效果会比较好一点。第一个就是你要愿意进行深度思考。深度思考是你解决你系统的问题的本位，因为如果你没有办法去解决你自己深度思考的这个障碍，你可能就很难把你自己的系统创造出来。各位，我们在想，我们去学某个东西，都是想说，那我就把某个人的系统抄过来用就好了，这是一个很基本的东西，没有错。你抄了某个人的系统来用，那不代表它适合你啊，那个性不一样，年龄背景不一样，你的这个家庭背景不同，你要面对的这个人事物不同。你如果不进行深度思考，是很难解决的问题。第二，你有没有可能专案都要排队？如果有的话，你就更要面对这个问题。我们就很多学员其实在上的课的时候，他案子突然变超级多，那变超级多，你就遇到这个状态，就是说怎么样？我的案子太多，那我就只能够让给别人做。为什么他接不完呢？他要做的事情就这么多而已啊，他就这么多时间，那公司有这么多人。他就没办法做这个事情，他就只能转借给别人，或者只能跟他说，请他等他。当然，这个等他也不是什么太大问题，我知道。可是就是，如果真的这个是好机会，难道你不想把握它吗？那第三个，设计流程这个事情，你的设计流程总是遭到瓶颈的。好，你可能设计到一个阶段就被改图，设计到一个阶段要请款，他就拖延。有这3个主轴的人，都蛮适合你的。但是，这课程不适合学。第一个我刚刚说的一键自动化这个事情。第二个，你对未来充满恐惧。我要改变这个流程，我就好害怕，害怕我的公司的同事跑掉啊，害怕我的过往建立的系统就不见啦，害怕我的这个客户会不习惯我的状态啊，害怕我这个设计图画不出来啊。这样的人也不太适合你。第三个，
你不愿意接受新知识的人，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哦。我跟各位说哦，你加入我们的课程，或者加入我们跟各位讲的这个频道，就是我们 YouTube 频道也好，我们会不断的提供你新的知识。当然，所谓的新不是指一定是很未来的东西，但是至少不是过往一般传统的做法可以做的东西。如果你不愿意吸收，你就会觉得你就告诉我一个简单的事情解决就好啦。但事实上，我并不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适合你的状态，所以不适合的状态就在这个地方。而假设你看到这个东西，你觉得不适合你，也没关系，你不看是无妨的，因为我比较希望能够尽量把这个时间留给这些人。OK， 好，来，那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会面对的这个怎么样去带大家看这个事情。第一个就是我们会用实案去手把手示范，我们怎么应用跟客户沟通应用。第一个沟通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告诉大家什么软体，什么样的流程，什么样的回馈，什么样的修正，然后什么样的进度可以让他快速可以得到我们刚刚说这个流程。也就是说，我们会告诉大家拆解这个整个系统，我是怎么样去跟客户沟通的，跟他约时间，我怎么样透过他跟我们回馈的资料去做回馈，然后变成是我们要的表格，怎么样透过他的回馈去做出一些手绘，做出一些案例的变动，然后去跟他做讨论。各位，我知道你们可能都有自己的系统，没问题的。但是我刚刚说的这些事情，不是单纯只有在设计流程上，而是它会加入在 Revit 里头，在 Revit 做表格，在 Revit 里面做这个模型的出演，在 Revit 里面做一些模型的频数的分类，在 Revit 里面做一些简单的柜体量体，然后去让客户感觉到空间的变化。这个东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沟通应用。这第一件事情，你会学到这个东西。第二个，完整样板的这个事情，我们刚刚是不是跟大家提到说范例档这个问题？但是范例档其实不重要样板档比较重要，就是透过一个基本的内容，让你可以得到一个样板，然后这个样板呢是可以帮助你去理解怎么样运用在你的自己的这个案子里面的。所以我会告诉你怎么样去做详细图说的分类，而这个图说分类呢，它该怎么样去对应到你的估价图说？那模拟图怎么跟客户讨论？那怎么样调整给他看这个内容的变化？然后立面图跟材料说明不用自己输入可以自己跳出来，而这个系统要怎么建立起来？怎么分类？怎么命名？那过来怎么样可以快速查到你要的尺寸啊？谁做的啊？深度、宽度、高度多少啊？可能会出现的表格自动查出来。所以这个完整样板是很重要的。这第二个你会学到的东西是这样子。而第三个呢，我们会把线上课程的整个50小时的完整版，而且还会不断增加，让你可以随时随地去上你需要的课程内容。你会看到旁边这边其实是有分类很多内容的，也就是说上完那些刚刚前面的东西的同时，你其实同步在上这个内容，你可以去找你要的东西。好，这个其实是蛮重要的一个流程。过来，我们这个课程学院里面会有不间断的课程线上直播，我们会给大家一些重要的元件，是我们自己做的，或者我们找到很棒的元件。过来，我们每一次在 YouTube 上面的公开的 Revit 原档都会送给大家，就只有我们群组内有。然后网络应用的相关资料，我们会不断的跟大家更新。后来我们会有一些 Revit 跟实务运营的层面的真实运作经验跟大家分享。我们的学员也都很厉害，我们都有很多很强大的建筑师跟设计师，我会邀请他们来跟我们做一些分享的动作，让大家可以快速经营、学习到他们可能的一些应用模式，然后应用在设计作品或者建筑设计的这个内容怎么转换过来到你这个事情。过来，我们有一些好书联盟的专属团购价跟软体的团购价，所以以上这几个东西是我跟大家分享的。那我问各位如果这一切就可以帮助你跟设计产业的客户使回你的设计权，帮助你在生活跟工作重新找回平衡，帮助你在公司建立系统，自然而且逐步成功，这种成就感是值多少？你的时间到底重要不重要？你让它自动加速现金流好还是不好？你们觉得可以解决帮助你的，帮我写一下 yes 好不好？不要忘记等会我要开实际的案子开给大家看所以大家回复一下，然后等一下我开大家给大家看看到底是怎么操作的。来，我们来看真实的案子。讲了这么多，其实都是为了让各位可以更加理解整个案子要怎么 run， 怎么运行。那今天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些内容，你其实是不可能知道我们做的是真是假的。那我们就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整个流程。各位先跟我讲我完全没有隐藏这是真实的专案，直接打开给你看。
好，我们先把它收起来，看一下整个流程的架构在左边跟右边的差异。我们先看这个图纸，我们就刚刚说的几个问题来克服哈，这个几个东西来克服系统化流程这个事情。我们来看这个东西，我们跟各位讨论一下，我们怎么去克服这个整个流程的。我们其实很常用这个 OneNote 的这个软体去跟客户讨论的，也就是说，透过这个事情，我们其实是可以早点知道这个整个的流程跟架构的。所以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你看我们这个基地初步讨论是这样子的，我们就是单纯的用简单的模型跟大家讨论，然后我们就简单的画一些手画，然后透过一些案例去讲一些我们可能想做的事情。然后你看设计第一次讨论，我们就会怎么样？请他们写一些简单的流程，然后跟他们通话，去请他们做一些事情。同时间呢，我们会将我们的基本的空间的模型建起来，然后透过这些模型建起来之后，在里面做一些重要的一些规划，然后跟他讲大概要怎么样做这个内容。然后过来你看，讨论完之后呢，我们再来去看下一次第二次讨论。第二次讨论之后，我们就来看我们怎么去做。第二次讨论可能就会有一些新增的内容，然后过来我们会透过第三次讨论的这个状态，把一些重要的图说都完成了，然后讲我们大概怎么走光啊，怎么做变化。OK， 所以你看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你会看到这个内容。我们回来刚刚的模型来看，你看这个流程上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图说它是有基本的图说的，它原来的现况图。而我们的这个流程呢，它有工作的平面图。你看工作平面图在这边，这是工作的平面图。而同时间，它会有个输出平面图，它是不同的图纸的，所以它是串联在一起的。OK， 那大家其实最关心的是什么呢？我觉得大家看最有感觉的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个工作图说的内容。我们刚刚不是有实验给大家看吗？假设我这个板子有改变一个东西要怎么变动，那我们就看这个工作的内容怎么处理。3D 视图工作，你看这个地方我们在找厨房，厨房在这个区域，然后把它剖出来看，单一的这个图说，然后把它降下来一点，转过来看这个地方。那你看这个地方呢，这个内容呢，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材料嘛，去改变它。那我今天这块材料这个板子，它是森宝的这个亚松的这个板。假设我今天想要换材料，我只要做一个事情，把材料直接打开。然后直接换成我要的材料，比如说我现在想要用这个白风，点一下就好。好，那你看这个白风的材料就在这边，这是我们原来就已经抓好的材料，来源就在我们的资料库里头。我刚刚是不是跟各位讲资料库这个事情很重要？你看我们自己的资料库，这是我们的资料库在里头，而这个资料库呢是有分好详细的类型的，然后类型在这里头可以看到这个东西。所以当我一改变这个内容，按确定，基本上它就改好了。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拟真，看这个颜色跟拟真，它就可以直接变动这个内容。当然拟真你要花一点时间跑，这跟你的显示卡有直接关系。刚刚就有朋友在跟我聊，这其实跟你的这个电脑效能有关系，但是事实上你是可以直接做到的。那同时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内容，你看我们现在先完成，对不对？它就直接改了。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Inkscape。通过这个事情呢，我们走到我们的这个 Inkscape 里面的透视着厨房。我们看一下这个厨房的地方，你看我们都有分类嘛，所以厨房在这个地方，点一下直接按 Start， 直接开。好，你可以看到像这个地方打开了哈。来，你看我们稍微走动一下，刚刚这个地方，你看这个地方是不是我们刚刚说的白这个桌板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桌板上面呢，我把它缩小一点点，缩到旁边。我们刚刚是不是说要跟大家实验这个事情，就是说我要让我的客户可以快速感觉到我在修正他要的东西。所以你看哦，我这边直接改变这个内容，我把这个也缩小一点，让这两个并行在一起，我们才能看出这个差异啊。来打开给你们看。好，你看这一段是一半的，我们先把这个打开。所以这边我就编辑它，然后我们往前看一点点这一段。假设你今天客户在跟你讨论的时候，或者你厂商在跟你讨论的时候，他说：“这个板子可能现在缺货啊，你要改变。”
我只需要编辑它，然后直接在这边改成我要的材料。比如说我继续用回刚刚的这个乔木好了，亚中了，在这里按确认啊，很确定，按完成模型，直接变过来了。各位看到了吗？这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哦，因为如果你没有去理解这个事情的话，它是不能改变的。那我们就来看看我们刚刚的施工图啊。假设这个地方，我现在要看施工图这个地方，图纸在这嘛，对不对？这是厨房嘛，我们刚刚是不是跟各位讲，要跟大家讲怎么样去分类？你看厨房的厨房这一段就有厨房的专属图说，而这个厨房的这个图说呢，我现在拉一下这个系统板，将这个材料直接叫出来。材料标签现在是亚松，对不对？点它一下，好，再把它缩小一点。你看这一段现在是亚松，当我把这个材料直接在这边变更为别的材料的时候，它会发生什么事情？你看它现在是没有出现这个东西啊，比如说我把它变成是这个亚松白柏。然后确认一下它这个地方的名字是这样子的，直接改完，按完整模型，你看到吗？直接变成亚柏白枫了，我连动都没有动，就是直接就把这个事解决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其实是大家要去知道的，它其实是可以直接克服这个内容的。但是很多人其实不一定能够相信，所以我说，如果你能够直接看的话，绝对是有帮助的。好，你看直接就改变了。那不单纯是这样子哈，就是我们来看一下桌面这个材料。现在桌面这个材料呢，它现在是耐力石嘛，它的厚度是比较薄的。如果我今天要把它变成石材的状况之下，是不是要变厚一点点？所以假设石材是18 mm， 我按确定。那么我编辑一下这一块的厚度，这边现在是1.5嘛，18 mm。假设我是要2公分的话，好，88 90.5，按确定。好，按完成。第一个，它材料变成石材了，对不对？那我们就看一下它的剖面，剖面图在下一张。我切一张剖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一张你看这个地方，直接看到这个视图，这个材料这个地方就可以直接看到它的厚度，加假厚是变厚的。OK， 来我们看哦，再做一次哦。你看哦，假设现在这个材料，你看这个是上面的是2公分嘛，所以它这个是有上下的差异，这一段到这一段是2公分。假设我先把这个地方直接，假设它做的比较夸张一点的哈，我把这个材料别成2块石材好了，那么我就把它变成是92.5好了。你看同时间我才做完而已哦，马上这个尺寸就变成6公分了，看到了吗？而且这边是不是跟着联动了？所以事实上你在跟工班讨论的时候是很方便的，你根本上基本上就可以直接马上把这个事情克服掉了，你完全不用等待，你是同时间在完成这个事情的。OK， 所以这个都是我刚刚跟各位讲的，同时再跟各位讲到估价这个事情好了。我们来看一下估价，你看我们这个讲这个厕所的估价，主域图说，那这边我们也走进主域里面，主域图说这边好，看一下里头进去。是基本的厕所。那为了让光线不要那么亮，我们稍微调整一下它光度到比较暗的时候，我们将这个亮度不要调这么亮哈，调低一点点。好，在这边，哎，你看这地方是不是我们在讲这个材料的这个内容？这一块材料呢，它现在是1公分横贴的。那你看我们这个一样可以编辑嘛？假设我换成别的材料好了，事实上这个案子还真的换过。我想要换成深灰变浅灰的好了，一样是横贴的。注意看啊，这资讯都已经写好了，也就是说它本来就在我的资料库里头嘛。好，然后按确定，按确定。这地方我直接改了，看到了吗？它就跟着改了。注意看哦，重点是在这个地方，我们这边其实是有将这个内容写成一个材料的，所以它改的时候它是全改，而不单纯只改一块。所以你一旦这样改的时候，不是单纯这样子而已。你看哦，这
这个地方它的这个面积也跟着改了，也就是说这个主域的瓷砖，来我们再做一次给大家看我们上一步往前退一步，先注意看这个地方的瓷砖快速往前退一步，还没有改的时候，然后再按确定。你看它的瓷砖快速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同一个材料改变材料之后它就不相同，它是自动更换的。OK，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好证明的这个开关插座这个事情。你看开关插座，我们回到这边来看我们先把 Interface 关掉。开关插座其实在这边是可以看得到整体的内容。那我其实可以单纯的将这个开关插座找出来给大家看，你看它的高度是有抓出来的。所以你看我来看一下这一段 3D 的这个工作的模式，在 3D 的这里面的全区的那个透视图，我们可以怎么样做呢？你看，我可以单纯的把这个所有的开关插座隔离出来，你可以清楚的看到你整个里面有多少的这个开关插座，而且每个开关插座它的高度都可以叫得出来。你看，30公分、120公分、105公分。然后我跟各位讲你看当我把这个东西，像这两个，它现在高度是明显不足，我在这边直接拉到40公分，一输入，它就跳上去了，看到吗？来，我停止一下我操作半天，有看到帮我按一下1好不好？也让你喘息一下，不然你一直看我在操作，感觉很快很简单。事实上，它是要有点背景知识的，只是我希望看看大家是不是能够理解我在做的这个事情。那你看不单纯是这样子，我抓到平面图去看，平面图再讲到这个刚刚的这个开关插座的这个平面图，你看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本来只是在讲开关插座的相对距离嘛，我这边在标注的时候是可以怎么样呢？我可以直接将这个标签抓出来，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假设它有标签，就直接叫出来了。你看到了吗？我完全没有输入任何东西，它自己跳出来。而且最厉害的不是这个，如果我这个标签我想要让它调出高度来，是做得到的。我只需要进去里面去改变这个标签族群，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地方它是它的名称，对不对？它的标示。假设我今天复制一个在上面，我想要告诉它是它的高度。你看这地方它有它的相对应的东西，我将它的这个内容譬如说它有一些描述好了假设描述是高度，我们看一下，因为这个地方它的内容其实有很多种可能性，把描述叫过去，这是第一个描述了它也可以做它的组合描述跟它一些相对性的事情，比如说类型标记好了，我叫一个这样过去，我们可以这样修改，抓回去，你看它上面就多了一个描述，那我这个东西我只要把它的这个类型备注，我刚刚不是有类型标注吗？你可以去写一下它的内容，它是可以找到的。譬如说，我们将这个东西写个数字好了，类型标记，你看到了吗？它是可以叫出它要的内容来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是可以输入你要的资料的。你看到这边写的30公分嘛，我故意写个30。然后我再把这个事情写，比如说我写个999，来看一下我写完之后，就跳出999来了。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完全就是 follow 在你想要做什么事情上面呢。如果你想要做什么事情，它就是可以帮助你做一些内容的。好，我们抓回来同时间，我们都很 care 高度嘛，高度这件事也可以叫出来，直接叫出来的。你看定点的高层，这个东西直接可以看到它的高层。然后你看这高层是什么呢？这高层可以去看，它是以目层楼层去抓的，还是以这个楼层加10公分抓的？那它抓到什么位置呢？它是可以叫的。好，那它也可以自己叫出来。我刚刚跟各位讲，它可以自己叫出来。也就是说，这些事情它是串接在所有的资讯里头的，它不是你去后面输入进去的。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刚刚的估价好了。来，你看看估价的东西。如果有建筑师的人不要离开，我等一下开个建筑案给你们看。你看这个地方，我们这里有一个这个单纯的估价系统的内容，我们找一下明细表。
你看这里面其实有这个整个的明细表的估价的系统那找一下这个橱柜明细表价格的这个内容。你看这个是主域的这个洗头台嘛，对不对？台尺啊、高宽深都是相同的。很多人都说这里你自己输入的嘛，来，我就证明给你看，怎么样自己输入，其实也输入不来。那我给你看，我开那个档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去找一下这个厕所的这个柜体。你看工作柜体好好分类你就很好找主域的洗手台。好，我们先把它加进去。好，我们把它分开来，把它关掉来，你看这个柜体，当我编辑它的时候，因为它有个宽度，对不对？所以假设我今天这个宽度是被我拉大的，当然这是个夸张的做法只是你看我拉大之后，我们注意看这个地方这里它这个有个它的长度、深度、宽度当我把这个事情跟这个事情拉动，比如说我把这个地方它的高度拉高，因为它有标记的位置。看到吗？这个地方变成233，这边的地方它会跟着拉动。这个是次域说错了，我们看一下主域主域的地方在另外一边，主域次域的明细表。那我们开次域好了，这样大家比较看得到，次域比较单纯。次域在这边，小小一个，这一段。编辑它一下，看一下。你看这一段的这个柜体的这个尺寸，这边是不是有个高度？我不要到1:1，用到1:25，给大家看一下，比较清楚。这个高度呢，当我把它加高之后，当然这很夸张，到62你看到62，这边高度直接变62，看到吗？它会直接变62，然后它后面的这个费用就会直接连带的变动。我再按上一步看看，有没有？它会自动变动的也就是说，它的高宽深都是有连带关系的，它不是一个假的尺寸，它是真实的尺寸，只是大家怎么去面对它，怎么去应用它，这个事情是我们自己要看怎么样案子来去做处理的内容。但如果你没有这个事情去弄其实你能看出那个可能性来的。你看到吗？我把这个拉宽了，那我点它的时候，事实上它的尺寸是会变动的。只要我将这个尺寸重新标注到新的位置，把这段去掉。好，你看完成之后，它就会出现新的内容。OK， 好，所以大家到这里应该大概知道我在说的这个内容了，有关室内设计的部分。那我们来看看有关建筑设计的事情，它有哪些东西是可以去发展成另外一种可能性的。其实很多人都会遇到现在这个状态就是尤其是你在讲1工2工的问题，其实都会是面对到的。那我们就看一下1工2工可能会发生什么状态，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专案。好，我们开一下。那这个开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再回来回顾一下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是不是真实的存在来再继续等它看一下。第二个，你看设计图说引导式沟通这个事情，我开一下我们的这个整个资料库给大家看，我们是怎么引导客户去跟我们讨论这个工作的。我再跟各位回馈一下其实重点不在于我们怎么做，而是在于怎么样的东西可以帮助你解决那个设计流程的问题。好，我们来看看其实比较流程上的过程是怎么样走的。你可以看到，其实像这个地方是一个明显的案子，从基地模开始，然后走到空间原况，然后再走到空间初步透视图，再走到空间的平面透视图，它都是一次一起输出的。然后在第一次讨论的时候会有哪些基本的东西，然后到第二次讨论的时候，它可能会有一样的输出图说，看到了吗？它其实是同样的图说，但是设计流程是往后延伸的。然后再到设计调整，我们自己会做一些设计的变动调整，然后再到这个各自的模拟图，然后再到这种一样的图说去往后延伸。也就是说，我们透过这个东西，在不断的累加我们的厚度跟深度，还有它可能的讨论模式。那如果你今天没有透过这个流程去处理这个事情，你还是会把它当建模软体去做的话，就会遇到大家一直以来遇到的问题，就是你可能一直在做模型而已，你并没有在解决你的问题。
那就真的很痛苦了。好，来我们来看一下另外案子准备要开起来了，这个建筑的案子。那这个建筑案子为什么对室内设计的人也有帮助呢？因为你可以知道一个很直接的问题是什么样。如果你今天可以帮助你去把每一个流程都搞清楚，其实你的模型，刚刚有同学在讲啊，就是有学员在讲，就是你其实可以都放在不同的档案，是因为为了档案缩小。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用连结去做这个事啊。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我们这边会有这个 P10啊，这个东西就是讨论阶段的时候的东西。你看讨论阶段给客户看的东西就这种状态啊，但是它没有完成的内容，可能它大部分的东西都先排下来。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可以看一下一个简单的模型，跟大家讲，譬如说这个工作图所有的3D 的地方来看，开一个人角透视图，我们来跟各位分享一下这个整个流程是怎么让运营的。好，你看哦，这是后端嘛，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的流程。那你注意看这个地方，现在的阶段是在室内设计，当我把它改成阶段是建筑原况的时候，它是什么都没有的。当我把它改成建筑跟初步室内设计的时候，它会有一些东西。当我把它改成只有建造的图说的时候，它就单纯只有建造的内容。当我把它改成这个室内设计含软装的时候，它就会有后面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个完全可以去解决我们在做设计的不同阶段要面对的问题，并且其实还有设计选项的可能性。也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可以帮助我们去沟通是必然的，但是你要怎么串接它是真的相当重要。OK， 几个好，重点是在这边。第一个事情就是图说管理，你可以看到刚刚我们在开的这个软体跟我们实际的案子都是很重要的图说管理。过来就是设计要怎么样同时考量实作实况这个事情，就你绘图的时候不是单纯只是在解决你绘图，你要去解决你实作的实况要对应的事情。过来就是你要去模拟建造你的真实空间，这很重要，因为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很多时候会卡到一些问题，就是你不是在设计模型，你是有点像在解决一个图而已。过来你要融入一些实际积分跟面积啊，这必然的。最后你要把资料库的观念一直放在脑海里头，因为如果你没有做这资料库的观念，其实很多时候你的软体跟模型用完就用完了，你会觉得它很难用，你并不觉得它很帮助你。最后云端组织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其实怎么样串联所有东西。好，那今天大家就到这边，那也很感谢大家的参与哈。如果你有什么问题啊，你有什么内容啊，都欢迎你跟我们联络。